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这次川普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特别呛说气候变迁是一个骗局，并且狂赞说煤炭是美丽的煤炭哦，高唱美丽煤炭要西方来回头转向。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美国呛这个气候变迁的时候，中国大陆则是要积极的发展它的绿能，抢当全球的绿能霸主吗？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就这些议题做关心。确实哦，现在川普是火力全开哦，他说气候变迁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局，永远都不要用煤炭这个词来形容煤炭，你要用什么呢？干净美丽的煤炭才是正确的。他说，这样子听起来不是好多了吗？然后他也特别提到说，西方国家啊，你们现在正在走向地狱的方向走。如果你们要重新伟大起来，你们要有严格的边境管制跟传统的能源一起使用啊。赖老师怎么看？他说，干净美丽的煤炭，绿能会毁掉自由阵营国家。那重新燃煤就会让美国更好，经济更好，欧洲也是吗？赖老师怎么看？他的前提是他认为这个说气候暖化是一个伪科学啊，是一个伪命题，是假的，是骗人的，是世纪大谎言。这个要先把这个前提建立起来啊。但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说，地球的温度一直在上升，大家也看到北冰洋一直在溶解，所以北极海才能够通航嘛。那大家也看到极端气候真的发生了，对，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一天的大雨下了一年的量，就一年的量一天下完，这个已经在德国造成了大灾难。事实上，在大陆，你看这2天在台湾，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发生了这种，我们都觉得是大灾难的。地球正在自我修复中，而地球的修复啊，真的是以人类为刍狗啊，因为当地球大自然在修复的时候，人不算是一回事了，因为它的修复是极其残忍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大自然的规律在发生了。我们人面对这个大自然要谦虚，我们显得多么的渺小。所以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地球的降温要努力。但是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他不承认，他认为这是伪科学，这是科学家的大谎言。好，也就是因为他不承认。第二个，那当然他要为他的最背后的金主，他的红色州，这些能源、石油、煤炭生产大州，他有3个大州嘛，这个能源大州还有就是这个农业大州，那都是他的嘛。还有我们看到了，对川普来说的话，那他要为他的这个石油大州德州为他背书的时候，要为煤炭大州背书，要为钢铁的这个背书。可是科学家马上就打脸了，世界上没有干净的煤，这个是顶级的科学家，他们说没有干净的煤，它就是会制造污染。所以最好的就是再生能源，那也就是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前几天有这个能源的投资者，他们到美国、到欧洲、到中国大陆去考察，考察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的结论已经出来了。他说美国已经输到底了，美国事实上已经落后中国大陆，已经是天地之别了。然后欧洲也已经输了，但是欧洲还是领先于美国。那你就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个地方里面，它是输的有多惨。好，那我们看到整个结果出来了。川普事实上他很明显的他的态度，在他的任内，他不会让巴黎的峰会，也就是巴黎的气候暖化协议，他不会让它走下去。那这个世界怎么办？那就只好靠中国大陆、欧洲来领导其他的，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继续为地球降温。我觉得这个是能源产业、再生能源产业，它也是经济产业。目前来讲，以再生能源来说，中国大陆已经是走在前面了。好，煤炭，然后美丽的煤炭、干净的煤炭，这听起来真的是令人一头雾水啦。那其实另外方面，川普他有这个政治上面的压力跟他的考量哦，所以他今天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刚刚讲了嘛，这个一方面美国现在是走一个反对绿能的方向，但是刚刚说了，欧洲跟中国大陆则是往绿能的方向持续的迈进。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4号这一天呢，他透过视讯呢，在联合国宣告了最新他的气候承诺，就是到2035年他要
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大约幅度7%到10%。现在北京确实在这个全球的绿能的布局上面是蛮全面的。我们来看到它几个重点，第一个在土耳其、巴基斯坦这边有做核电厂，那巴西跟肯亚这边有做风力机，印尼有做电动车，这一些零零总总加起来投资金额大概是1680亿美元，抢下在全球绿能的一个重要主导权，它可以成为一个领头羊吗？蔡委员怎么看？其实不是在川普上一任开始反对绿能之后，中国才取得主导权，是中国早就取得主导权了。这话怎么说哈？因为你分成几块来看的话，第一个核能发电厂，中国自制的核能发电厂是在18年前就完全自制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它的核能发电厂的建造技术已经是相当先进，美国不一定能够超过它。那它这种核能电厂的建造技术已经开始输出啦，要卖给这个什么土耳其啦、巴基斯坦啦，这是这一块。第二块是什么东西？太阳能光电板。太阳能光电板呢，在差不多10几年前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整个光电板产业几乎是什么快崩盘了。但是经过了这个习近平主席上任了以后呢，他就用国家力量来扶持光电板事业。所以现在大陆的光电板事业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没有之一。第二离它非常远非常远。比如我们台湾的台积电曾经要盖了一个工厂，准备生产光电板，被他打垮了。为什么？它的品质跟你差不多，价钱比你跌一半啊，就这样因此被打垮了。所以台积电的光电板工厂很早就收掉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台积电做什么东西，那它也曾经失败过啊。所以光电板它现在全世界第一啊。再来风力发电，中国大陆的风力发电起步比较晚，但是超英赶美。为什么？它最早都什么技术都没有啊，它跑去荷兰，把一个荷兰财务状况有问题的风机公司做风力发电的风机公司整个买下来。整个买下来，就从此他做了风机公司，远超过原来的，因为他掌握了专利摸到窍门了，所以中国大陆别的不会，就是制造业很强。就现在大陆上的那个最重要的风机跟叶片，全世界做的最好的这是风机，而且成本又低。那光电、风机再加上核电，还有呢，中国大陆有独一无二的水力发电。那现在除了长江三峡不收以外，它在雅鲁藏布江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厂。那谁能够跟它竞争啊？没啦。那欧洲呢？欧洲本来也是掌握着绿能的很多的技术，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很多的绿能技术是来自于欧洲，但是远超过欧洲了。那为什么这种局面呢？因为欧洲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兔子自己跑得很快，那觉得我已经很棒了，我就开始休息了。那中国大陆像乌龟每天扣的跑赢它了。这是最经典的产业竞争的故事啊。那欧洲因为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风场，但是中国大陆也有一个比它还好，就是新疆比较风场有点比那个欧洲的风场还要好，所以风力发电中国大陆也赢麻了，但是欧洲有个很大的缺点，它每一个国家各有它的小算盘，它20几个国家凑起来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到今天为止，它的电网还没有连在一起。中国大陆没这个问题啊，什么西电东送、南电北送这个全国一盘棋，而且中国大陆是全世界唯一有特高压送电的，输电用特高压，现在一般来讲只到超高压。但是只有中国大陆有特高压，所以能够运送那个几千公里的电。要不然的话，如果运电最后只要漏电超过15%，那个就不值钱了，就没办法送了。那你新疆自己发的电用不完，你就不可能投资那么多啊。可是现在新疆的风力发电可以送到北京啊，就是因为有特高压发电。那欧洲最大的问题是我讲的，27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输配电系统都不完全一致，不能够接口，跟美国一样。美国各州的输配电系统，这边电过剩，那边电不够，它没有办法连在一起。那在这样的一个电力系统的一个所谓的配备之下，它发展风电、光电就很自然，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风，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太阳能光电，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水所以这一整套的话，中国大陆已经在绿能发电这方面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好，所以绿能转型其实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在做，不管是在自己国内做，包括了也在海外许多地方也做起来了。那其实因为这个时间点比较刚好的是，刚好20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有提出过2、3论，他当时抛出的名言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张老师怎么看？我想啊，基本上绿水青山要能够变成金山银山呢，必然要付出很大高超的努力。对，当初之所以这些什么排放、排碳、温室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指控，是西方国家用来钳制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而且对于开发国家实施各种配合，然后要征碳税，要去压迫。但是当时有2个这个10几亿的人口的大国，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大陆。印度呢是各种的反抗，希望能够变成例外而不受钳制。然后呢，他希望拉住中国大陆站在同一战线。但中国大陆说这个无论如何，这个事情总是要解决。我们与其在这边希望能够例外，希望我们能够不受这个就是约束，不如脚踏实地的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今天真正可怕的事情是，它能够兼顾环保，而且从中间还创收利益，就是把不可能赚钱的东西搞成赚钱。所以环保产业不但能够保障获利的空间，而且还可以产生足够的诱因。所以中国大陆的环保产业将来在这个去国际社会环保产业的出口更是会获利这个无穷。所以中国大陆真正去颠覆这个美国的这个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打破了经济跟环保2者会有2难的困境。现在川普这个态度不就是吗？对不对？我必须去打压这个环保这些讲法，因为我要兼顾经济。但中国大陆呢，光是烧垃圾都把它烧出的那个电都已经不得了了。所以中国大陆确实是能够兼顾经济跟环保。所以我就跟你讲，这是一个应该这样讲，是个态度问题。当初新德里希望拉住中国，说我们一起来抗拒这个西方。结果现在呢，是大家继续瞧不起新德里，但中国大陆做出来让西方这个望尘莫及，无法望其项背，而且呢，必须要发现，其实你环保兼顾经济发展是确实可行的。好，谢谢张晋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